好，第二环节节目呢，我们要持续讨论中东战争的一些军武话题哦。伊朗现在他们低成本高消耗的这个战术呢，还有无人机密集的攻势还在持续，而且日前啊还真的打到了一尾大鱼哦。我们来看看这些被美军被袭击的地点哦，包括了沙烏地阿拉伯的这个苏尔坦王子空军基地，还有阿曼的沙拉拉港外海的美军后勤舰艇，现在都被战火给覆盖。那最惨烈，然后吸引媒体关注的，就是这个可以看到被打到都已经腰斩的这一架飞机哦，大名鼎鼎哦，空中之眼E3预警机被炸到腰斩，而且它的受损严重，有超过10名的美军因此受伤。那除此这个表格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的美军单位也都或多或少受到影响。好，这个E3预警机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我们来看。有一位前 F-16的军官呢，他就比喻过这台飞机，说啊，在战争的时候呢，E3预警机就像是棋手，而他们这些战斗机的操作人员跟负责打击的这些战斗机群呢，就是棋子。可见 E3呢在空中战力哦，这个维持整个调兵啊、潜降啊，扮演他们看这个整个空中环节跟视野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这么重要的昂贵的飞机都被打烂了，还有刚刚说的舰艇被打啦，基地被穿透等等。我们看到伊朗现在的战术，还有他们的飞弹击中的成功率是越来越高了，也开始突破了美军防空体系，造成杀伤。那这个关键点是什么？为什么在前面1个月我们看到伊朗出动了很多飞弹，但是作用并没有很好，但是进入到第2个月，他们现在成功率在提升了，发现了什么开窍的地方？舰长。我们如果说看到现在这个美军或者是以色列攻击伊朗的状况约略是如此，也就是我们看到这在伊朗上面的一点一点呢，也就是美军跟以色列的攻击。那但是呢，我们看到其他的红点的部分呢，也就是伊朗对于这些波斯湾周边的国家，以及对于以色列的攻击，那我们在这里面呢，其实可以看一个重点啊，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第一时间看到的都是预警机以及萨德之眼被攻击？因为其实这个美军当初的设计啊，也就是在这个波斯湾的国家以及前往这个以色列飞行的路上面有非常多的雷达，每一个蓝色的圈圈都是一种雷达，但是这些雷达慢慢的都已经被破坏了。那当被破坏了之后，也就是它没有预警的来源，那也就只能靠预警机了。那靠预警机呢？其实预警机它有非常多的功能啊，但是我们这次看到的，也就是在之前它停在这个位置，但是我们如果看它这一个残骸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其实它应该是从它的右侧直接有一架无人机这样子破坏的，所以把它整个几乎都打断了。这个是什么原因？也就是美国的顺风球打多了，然后他认为呢，伊朗不是个对手，他停在这一个沙烏地阿拉伯的这个苏丹王子基地应该是安全的，但是事实不是如此啊。我们来看，对于美军来讲，美军的教范写得非常清楚啊，他的敏捷作战部署里面讲到说，其实他的机动就是必须要能够增强它的灵活性，而且最重要的是优先考虑它的一个机动性，以及它要能够保护它的安全。可是现在他们都完全的停在这个机坪上面，就是没有顾到它的安全。那至于说现在他们对于整个波斯湾，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哈尔格岛或者是霍姆兹海峡，其实他们靠的就是这一些预警机能够提供这个有关于他们要攻击的，无论是哈尔克岛或者是这一个霍姆兹海峡，就是这一些作为一种预警之用。但是其实我们坦白的讲，这些预警机呢，它对于这一个我们讲到无人机比较能够有效征收，而且预警机其实在现代战争中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我们一直讲 data link， 或者是讲说 A 射 B 岛。A 射 B 岛或 data link 的重要的节点，也就是预警机啊。那预警机提供的，也就是对于目标的位置，然后才能够指挥这些载空机去打。那但是
如果说它没有办法有效的进行预警，那就像现在有人说没关系嘛，只被打了一架E3嘛，可以到那个沙漠坟场里面。因为美国其实它有封存非常多架，你可以继续捡回来。这真是大错特错。为什么？因为拖回来之后，他们最起码要进行半年到8个月以上的时间进行解封，然后重新的检查各种线路，然后配装新的发动机这一些。那问题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伊拉克那这个战场等得了半年到8个月吗？如果打了半年到8个月，那美国惨了，那就证明他一脚踩到泥淖里面去。所以这件事情是一个起点，但是呢，他告诉了大家一件事情。那我们来看 Foreign Affairs， 他早就提出一件事情，就是美国没有为未来的战争做好准备。这个战争呢，其实他讲到的也就是有关于无人机的部分。那他现在没有办法做有效的预警。其实无人机最重要的并不是攻击，因为攻击无人机是一件相对比较简单的事情。无人机最困难的就是预警，你要知道它的存在。那通常我们看来看去，大家都不知道无人机来了，然后就被无人机打中了。所以其实如何有效的扫描整个频谱，那得知无人机即将到达，然后动员所有的火炮或者是短程飞弹，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可是美国还没想通这一点。是，好，这一次伊朗的攻击呢，成功打掉了一台E3空中之眼，但更可怕的可能还在后面，因为美军他们原本是信誓旦旦啊，包含刚开战的第1周、第2周，他们宣称啊，透过了卫星图资加上远程导弹的精准打击呢，是摧毁了伊朗的导弹能力。但实际上，随着战争的推进，我们看到伊朗的远程威胁呢，根本就还没有被打趴，包含它远到这个特拉维夫、以色列的土地，它也都可以持续有效打击。那路透社更揭露，美军的情报人士就透露呢，只能确定现在美军可能摧毁伊朗的这个武器库，应该说这个导弹库大概只有1/3的量，代表他们还有2/3可以用。而且伊朗的地下飞弹隧道城市还是大致完好的。这个隧道飞弹是地下城市是什么东西？我们带大家来认识一下。所谓的地下飞弹隧道城市，它的特征呢，就是其实是挖一个等于是一个战争库啊，它的深度可以达到500公尺，然后里面有铁路运输四通八达的，而且必要的时候呢，可以持续发射导弹。万一受到什么影响，它可以在48小时，也就是2天内来修复它的出入口。所以呢，只要这个东西一时没有被摧毁，伊朗就一直拥有一个可以不断发射的一个火力引擎，这样子对整个中东国家、以色列还有美军来造成威胁。所以请教杨老师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资讯告诉我们呢，美军他们当初以为确实是削弱了伊朗，但感觉现在伊朗受到的好像只是一些表面伤真正埋藏在地底下还没有到这个伤筋动骨的程度，而且反击我们看到现在是越打越准了。所以你觉得战争进入到第2个月来说，这个风向有没有开始有点转变？这个风向啊，这个画风啊，其实已经转变，好像伊朗的反击越来越多，然后呢越来越准，以及造成了美国的打击越来越严重。你看，像E3预警机，美国才16架预警机，那这里面有好多架事实上已经不能用了。那现在在中东地区，它调了6架过来，那1架被打掉，那其他将来整个战斗机起航进行加油好了。因为它中间一定要加油，对，那中间这些加油机以及战斗机的这个安全，在过程当中都要靠预警机。所以美国的问题是第一点，它到底这个战略目标是什么？打这场仗，这根本没有，不断的在变。这场仗其实根本不是美国想要去打的，而是川普在最后一个时间点被就是奈坦雅胡所说服，可以有一个机会。一次把哈梅尼跟伊朗神权政府的高层都给斩首，那神权政府应该就瓦解了。对，所以这个瓦解没有发生，所以然后呢再继续的做轰炸，那轰炸到目前为止将近1500到3000人的死亡，2万人的受伤。美国自己公布超过11000个目标被攻击，他已经出动起码8000架次的战斗机。100艘伊朗的船舰被打沉，但是战争的前3天，英国的首相就说，
胜利不会从空中轰炸得到的。对，所以这就问题是，那你接下来呢？那所以伊朗其实他大概撑过了这一段，伊朗也停电，经济也受影响，网络也整个停了，到现在为止将近30天。所以它的受到的这个打击当然很大，可是国家的存亡还是能够延续下去。那因此，美国接下来它是不是只有地面战争才能够去达成，比如说政权移转的这个目标？那我们现在看到整个方向军事的准备上似乎越来越如此。那甚至川普已经开始在准备一些理由，比如说石油啊等等之类的。可是他给的时间点也是到4月7号早上8点台北时间，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时间，在这个之前他就会地面战争吗？还是之后他才会地面战争？那双方是不是有可能透过巴基斯坦能够坐下来谈？那我觉得这个变数还很多。双方现在都在采取了一种叫做战争边缘、相互保证毁灭，然后呢对等报复的方式，看谁先转弯，看谁先退让。是，但我们可以确定一点，就是这场战争继续打下去，对美以来说呢，绝对是不利的一方。因为现在美国国内的舆论已经烧起来啊，认为说为什么要牺牲我美国的好男儿好女儿去打一场不属于我们的战争啊，去打别人的战争？那别人就是刚才杨老师有提到的，就是以色列还有总理纳坦雅胡嘛。那而且伊朗呢还可能继续撑下去，为什么？底气来自哪里？就来自中国跟俄罗斯2大助力的输血。怎么说？现在美联社有消息传出，俄罗斯正把一批升级版的无人机要送往伊朗。那路透这边也指出，中国的晶片代表中芯国际他们正向伊朗军方提供晶片制造的设备，来强化伊朗的军事自主力量。好，委员，我想问好，现在光是伊朗一个来力抗美以，甚至是中东石油国都已经打成这样。如果后面有中俄联手，我不出人，好，但是我出力来提供一些战争后勤，来帮伊朗撑腰。那美国在被困在这个持久战里面，拖越久越不利。然后我们看到整个中俄2大全球军工势力的加入，会不会成为这个 World War III 一个导火索的点燃风险？我觉得怕说这种虽然不是直接帮助你，但是间接帮助你，会让整个全球的体系格局又改变。对，我想会不会变成第3次世界大战？现在言之过早但是如果美国真的像刚才这个舰长是专家提到的，说已经准备要打地面战了，那么我觉得这就是美国自己敲响了丧钟了。那么我本来还怕美国不打地面战的，因为他打了地面战，他就陷入了另外一场越战了。就对美国来讲，他还撑得住吗？他2011年的时候，他的国债只有多少呢？只有14兆。14，经过15年，到2026年，他的国债已经到39兆了。接下来他再打一场像越战这样的一个无穷无尽的战争，美国就一定被拖垮。就是美国的国力，当时越战是一个关键嘛，就一场越战就把美国当时从全球独强的这个货币金融体系开始不断的往下拉了。他如果接着再打地面战争，那就是绞肉机啊。那么美国在这个战场上不晓得要再投入多少的兵力财力、这个军力在这里了。那么当然，你说中俄怎么可能会就袖手旁观呢？这是一个唇亡齿寒的关系。就伊朗对于中国大陆、对俄罗斯来说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你姑且先不要讲了，对中国大陆来讲，它的中欧班列是经过伊朗的。那么这个对中国大陆来讲，它不可能坐视伊朗被美国掌控住的。那么你再看说，事实上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其实中俄对于伊朗采取的援助，其实有3个不同的层面我觉得中美俄现在在全球在下一盘大棋，这个棋盘不是只有在伊朗，所以在伊朗的这个战局里头，中俄做了它应该有的援助，比如说。刚才这个舰长都提到了嘛，这种不对称战争最重要就是无人机了那么无人机只要用不完、打不光，那这场战争就可以无穷无尽的打下去那么除非今天美国把整个这个伊朗全部都占领了，那要花好长的时间那再来就是飞弹了。那么对于飞弹的这个制作，伊朗也许没问题，可是晶片的来源呢？所以，如果中芯国际愿意提供晶片，那么你接下来对于伊朗这种不对称战争的飞弹跟无人机，它可以源源不绝的补充，那么这场战争就打得无穷无尽了。第二个其实大家都没有注意到一点，中国跟俄罗斯最近在积极援助古巴，就是俄罗斯已经送了一个这个邮轮的船这个大概这2天吧，就会在进驻了这个
古巴的哈瓦那港口了。那么就是为了要援助古巴现在的这个能源石油断供的这个危机。而中国大陆更狠啊，中国大陆送了一船的这个大米，接着又送了一大堆太阳能板还有储能设施到古巴。就是没关系，古巴的石油就算不够，我还有太阳能板我帮你做这个太阳能的发电站，然后我还有储能设备。那么显然，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做这件事情，就是在美国的后院插旗子啊！我就在你后院点火，就大家在下一盘大棋。中国大陆跟俄罗斯要援助伊朗的方法有太多了，围魏救赵就是其中一种3月25日，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白俄罗斯的总统卢卡申科去访问了北韩。对。他跟北韩达成了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啊，双方在各个层面上都决定全面的合作。所以，当白俄罗斯、俄罗斯、北韩加在一起，再加上他们最近又结合了缅甸跟伊朗，他们说他们要建立一个全球新安全框架了。那么这样的一些操作，都是在这个为美国制造更大的压力。所以美国接下来如果他在伊朗发动地面战，那么他根本就无暇去顾及什么古巴，顾及其他的战场了。那么现在就是美国自己要抉择的时刻了。但是我还是很开心的听到刚才舰长的分析，说地面战会开打，那么美国就完了。是哇，这个万一地面战在打，然后刚才我们提到背后中俄这些大佬，整个反美复仇者联盟一旦集结起来，哇，那美国可能真的没有办法从这场战争中这么轻易的抽身出去，要付出非常惨痛的代价。好，稍后回来我们要继续探讨的是海峡的要事。荷姆斯海峡现在被封锁还不够吗？如果再加上一个曼德海峡，全球的能源经贸真的是剉咧等。还有以色列引以为傲的3层防空体系，现在要被打穿了吗？越来越多的战火都指向伊朗，更多的高命中率的袭击，可能之后会接续到来。我们马上回来。